现代民主有选举，有分权，也能和平轮替。但他常默默预设，站在不同制度位置上的人会照职责做事。现实里，政治行为者常追捧利益，选出远不圆，而不属提舌效能。结果常变成甩锅、切割责任、抢选票，不一定稳定导向治理绩效。本影片提出 Symbiocracy 共生政体，出发点不是让政治人物变高左，而是直接承认正反权利。他想解的问题是，能不能把利益竞争、治理结果、政治责任重新绑在一起？这套制度把国家分成3个系统 S、H、R。S system sovereign system 是主权系统，负责国防、情报、紧急状态与国家存续。H system health happiness system 是治理系统，直接面向人民与环境，负责行政与民生政策执行。R system regulator system 是监管系统，负责标准设定、审查、监督与裁决。Symbiocracy 最反直觉的地方是，选后不是由第一大满直接全面形成，而是由前2大满同时进入政府。和传统民主不同，传统民主往往是谁家全拿，陈家迅速失去影响力。在 Symbiocracy 里，第一大党不直接全面执政，而是一边掌握 S system 与 R system， 一边监管第二大党。第二大党则在 R system 的约束下，负责治理人民与环境。整套制度核心是一个公开变数 H， 范围从0到1。H 的概念可类比新西兰的 Living Standards Framework， 但它不是单纯的观察工具。我们的成就无与伦比，制度试图透过 H 指标将人民客观生活指标绑进政府绩效里，避免政府只靠话术操弄成果。先由 R system 制定 H 的测量标准，再由 H system 进行测量，最后再由 R system 核定功否。举例来说，如果第一大党主导的 R system 想优先帮助买不起房、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，那他就可以把住房成本超过收入 30% 的家庭比例以及失业率，象征他想优先帮助整体 H 的计算标准。也就是说，标准先由 R system 写好，再由2方依据同一套据去测量人民的实际账房，最后得到本期的 H 值。在这套制度里，整体资源会随着 H 指标高低反复流动。H 越高，越多资源流向右边的 H 系统 ；H 越低，越多资源流向左边的 R 系统。在 Symbiocracy 里，系统内的钱可自由使用，但跨 system 流动必须申报。和现代民主不同 ，Symbiocracy 里选举不再是唯一博弈。如果基政后做不好，资源就会被政敌拿走。所以 H 一定会被操弄，因为它直接牵动利益分配，所以各方必然会想办法介入与操。因此 ，H 不是纯客观真值，而是人民第一大党、第二大党持续博弈后的结果。简单说，第一大党想把执政风险外包给第二大党，第二大党则在选输后利用 H 的资源与治理成果累积选票，这里会产生大量博弈。如果合作博弈失败，就进入不信任机制。不限机制实本后，第一大本与第二大本会互换 H 与 R 的控制碗及预算。但 H 指标与资源流向本身另不改变，也就是原本定计前盘渡别人的一方必须签字去承担治理，原本治理的一方改去掌护反管与巡查。不信任前，第一大党可以在 R system 单方面调整 H 的测量标准；不信任后，任何对 H 标准的重要调整，原则上都要2大党共同附属。这是为了防止任何一方在换位后立刻翻规则，报复对手或单方压制权。不信任前，第一大党对人民负责，第二大党对 H 值负责。不信任后，第一大门直接对人民及 H 值服劝，第二大门却进入 R system， 看图第一大门依战既有积极训作。我看之下，不信任共同附属机制会造成越梦，实就是增加不信任前合作的越云。看到这里，观众脑中可能已经产生许多是咨疑，认为这套制度里存在某种必胜的手段。然而，作者相信，制度博弈的最终结果将会是治理绩效的提升。欢迎纷纷的留言提出看法。后续可能还需要更完整的博弈模型来验证。